懂漏了，这是我见过最离谱的建造。男人在挖坑的时候，竟然把地给挖塌陷了。更惊人的是，地下竟然还隐藏着一个巨大的空间，但更硬核的操作还在后头。老铁，你是几点刷到的视频呢？今天带你见识，绝对是荒野生存史上最离谱、最戏剧性的拎包入住。想象一下，一个人在无人区挖个坑想躲野兽，结果都塌了，地下竟然还藏着一个很大的。这简直就是老天爷赐给拉克的救命宝类。由于洞口太深，拉克首先要做一把梯子，这样就能从地面上直接进入安全屋了。拉克被困在西伯利亚边缘2天了，这里随时都能窜出来野生动物。他所在的位置每平方公里就有3头棕熊和至少20只狐狸，洞下的空间大概有5平米左右。惊喜归惊喜，但是安全不能马虎。拉克首先第一步要做的就是把洞口的门安装好。如果此时在这里的是你，让你带2样东西，你会带什么呢？总有人说带一辆满载食物的房车就行了，但是在这种原始的草原上，突然出现一辆车，可能3只棕熊和20只狐狸都会来参观。此时拉克在地上画了一个圈，他要干什么了？拉克用黄土把洞口做成碉堡的样子，剩下来的黄土稻草一点没浪费。把地下土屋门口那个木质框架也糊得跟周围的土壁一样坚固，地面上的怪东西才是重点。拉克收集了大量树皮，一层层的包裹覆盖在那个黄土结构的外面。当最后一块树皮贴好，奇迹出现了，刚才还突兀的土堆瞬间变身为一棵从中间折断，只剩一截残桩的枯树。就算走到近前不仔细分辨，谁能想到这树墩子下面别有洞天？这伪装我给满分。睡眠是生存的基础，他用木头做了简易床架，门框处也安上了自制的木门，这下安全感直接拉满。夜幕将至，拉克在门口观测台内侧的土墙上巧妙地掏砌了一个 U 型小灶台，他把一根耐烧的粗木棍一端固定在灶台上方的墙炉，就地取材才是荒野生存的硬道理。这无人区还真不缺食材，在庇护所下方的深坑里有一大群野猪，拉克看到了野猪，迅速跑回了庇护所，把火堆的火加大了力度。他今天不准备冒险啃猎。拉克拿出珍藏的小煎锅，倒上了油，再把洋葱放进去后，再鸡蛋也放进去，高度的油温混合着鸡蛋洋葱的香味，方圆5里飘香。讲真的，朋友们，这香味炸弹在野兽地盘这么晚，我隔着屏幕都替他捏把汗啊。夜晚也是野生动物最活跃的时候了。拉克检查了一遍门栓，确认没问题，他终于可以放松紧绷的神经了。至少这个角落是属于他的安全港湾。记得关注下期解锁地雷草，制作捕兽陷阱。